我频道之前分享了一些常见的消费误区，例如带有情绪性的消费、囤货焦虑、花更多的钱去买平替产品，还有看种草内容越看越迷失的心态。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知道自己买错了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，到底什么才算是正确的消费观？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，对很多人来说，你觉得自己是在省钱，其实在反复踩同样的坑。你以为自己很会买，很会选，结果家里囤了一堆用不上但又舍不得丢的物品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想分享正确的消费观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说实话，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根本不是因为需要，而是因为便宜两个字就能让我们失去理智。你看着一个东西划算，只要几十块钱就能搞定，然后买回家用了2、3次后就扔到角落里了，最后变成一堆没用但又不好丢掉的杂物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去用价格判断一件物品到底值不值得，可能都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在1个月里到底会被用到几次。请你看一下自己的衣柜里是不是有那么几件衣服穿了2次就再也没穿过了？是不是一些物品买回来之后呢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拆开包装？你以为选择便宜的那个选项是一种省钱的方式，但是判断一件物品到底值不值得，从来不是靠价格低，而是使用频率高。一个你天天在用的东西呢，即便价格贵一点，也比那些便宜但又吃灰的垃圾强太多了。看到一个榨汁机做活动，原价是500，折后就变成200，一旦看到这个价格，只要你不是个傻子，都会想买下来，然后开始幻想以后每天早上都要榨果汁。可现实是，你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去洗水果，准备一堆东西，瞬间觉得太麻烦了，就不想继续用，就此闲置在一旁。你要知道，一件物品只要你用的越多，它的单次使用成本就会变得越低。相反，如果你不碰它，即使它再便宜都是浪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花的值得，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：你真的会反复用它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的话，你买下来也只是多制造一点杂物焦虑而已。只要一提到省钱这2个字，你的洗发水一定是要买最便宜的，衣服全买的是质量差的快时尚，买电器呢非得找平替，就连家里锅坏了也要犹豫再三，想办法多撑几天。你这是把将就过日子的能力练到了极致啊！这种省钱的模式呢，并不一定是正确的。你为了省几十块钱买了劣质的晾衣架，结果1个月后全部都歪了，也撑不住你的衣服呀。买了最便宜的蒸锅，用了2、3次就坏了，1年去买多个平替回来，最后的钱加起来早就能买一个高质量的正品了。所以呢，这不是在省钱哦，而是在反复的花钱。这里给到的建议呢，是要把消费分成3类：消耗类、提升类和替代类。消耗类呢，就是生活用品，像是牙膏、卫生纸、洗衣液这种用完就没有的东西，尽管去选择你认为合适的价位。提升类呢，是那些能让你生活更高效、更舒服的工具，比如一张支撑力更好的椅子，不会让你久坐之后感到腰酸背痛，还有一口能用个好几年的平底锅，一双真正好穿的鞋子。这种东西啊，你用了每天都在赚回本。而这里最该避免的就是替代类的消费，就是那些你本来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，但只是因为它多出了一个新的颜色、新设计、新功能，就想着再买一个回来，反正也不贵。你拥有的每件物品它没有坏，却总想着要换新的，不把它当做一种必要的消费。现在的消费环境最可怕的是，你不是被种草单一产品，而是不小心就会买一整套的物品去搭配。起初你只是想买一个修眉刀，结果被推荐配套眉刷、专用的收纳袋；原本只是想买个马克杯，结果页面推荐你去买杯垫、吸管、杯套、清洁刷，甚至还有专门放杯子的展示架。你是看到别人的推荐视频，所以让整件事情变得很合理，让你觉得如果不一起买，那么使用起来是不是就不完整了？就算你整套东西买下来后，你真正用到的永远只有那么1、2件的核心物品，其他的配件不是说不好用啊，而是你压根就用不到。因为买这些配套的小物件不是为了实用，而是为了视觉上的满足感。所以在买东西之前呢，去考虑一下这件东西我是必须要搭配别的工具才能用得上吗？还是说它本身就可以独立解决问题？前面
面我提到了，在购买一件商品之前呢，一定要想好他们的使用场景。像有些人在下单之后呢，脑子里面就会多出很多凭空想象出来以后可能会用到的场景。有些东西呢，本身就是无法单独使用的，就是你买了它之后，还得再去配5、6样额外的配件才能用得了。比如看到一台超级漂亮的咖啡机在打折，还要去考虑要选哪个产地的豆子呢？还要买磨豆机吧、过滤纸吧，还有奶泡杯。不仅是在花更多的钱，到最后每天早上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去搞一杯真正的咖啡。你要分清一件事情啊，真正实用的东西呢，是你买回来之后就能直接融入到你的生活，而不是你还得为它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。例如是腾出空间，重新规划空间的布局，去买工具配件，花一点时间去学习操作。就是这种需要准备一堆才能用得上的物品，就代表它不是为了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所设计的。注意啊，我这里说的是现在当下的生活状态，或许你只是暂时还没有具备这件物品所需要的生活条件。所以我现在遇到任何想要买的东西呢，都会去查清楚它还要配合什么配件才能用。这种要依附其他条件才能完成的消费，通常都不是我们的刚需。最后一种最迷惑的消费行为，就是你花了钱却始终不舍得去用的物品，你就想等到有特别的日子再去用，等有合适的场合再拆开。尽管生活中大部分固体物品呢是没有保质期，不会坏的，但总有一天你的生活方式会改变，习惯会改变，还有你的审美也会有所变化。那么这些物品到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被你替换掉。比如你买了一支限量款口红，想着留着出门约会用，结果2、3年内只用到这3、4次。买了一件真丝睡衣，但是回家后还是习惯穿上老旧的 T 恤。你买了设计师联名的收纳盒，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收纳，结果你说它的设计太可爱了，舍不得用，甚至连外包装都舍不得拆开。你都没有想过真正的把它们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，而是将它们变成了只要你拥有就好，你不需要完全用得上的物品。在这里呢，我要讲的现实一点就是，这些你舍不得用，等着以后要用到的东西，最后并不会因为时间的延续变得更加珍贵，也不会变得更加的值钱，只会在你生活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。因为总会有新的物品进来，你会去买新的护肤品、新的包、新的厨具，而那些你曾经留着不用的物品，就这样慢慢的被你遗忘，被你取代，最后就变成你连自己当初为啥买它都想不起来。最后我想说啊，真正正确的消费观呢，不是你买多少，而是你知道为什么要买它，知道什么时候该买，什么时候不该买。更重要的是，买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用得上，用得久，用得开心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